很多人看环线最后3个站，只会想到一件事：以后去市区快一点。这个理解太浅了。你真以为政府花这么大代价，只是为了帮你省几块钱的打车费吗？绝对不是。Cantonment、Prince Edward Road 一旦开通，变化不只是通勤时间少了10几分钟，而是新加坡南部整块城市版图正是从规划图进入兑现期。你看到的是地铁闭环，政府做的是资源重新分配。因为地铁从来不只是交通工具，它决定人流怎么走，企业往哪搬，住宅和办公价值怎么重估。在新加坡的造城逻辑里，轨道铺到哪里，财富的蓄水池就建到哪里。更关键的是，这3个站卡住的不是普通地段，而是南部滨水区的起点。这里未来不是补几栋楼这么简单，而是要接住港口搬迁之后释放出来的大规模土地。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城市大洗牌。看懂这段环线为什么现在才补上，你就会明白新加坡未来几十年最值得盯住的核心资产为什么会往南边移动。先把一个基础事实说清楚，环线最后这一段正式名称是环线第6阶段，长度大约4公里，只有3个站，但它偏偏是最难补的一段。原因很简单，越靠近市中心，地下条件越复杂，既有建筑越密，施工窗口越小，任何一点偏差，代价都很高。你想象一下，在摩天大楼的地基缝隙里穿针引线，还要保证地面的商业和交通一天都不停摆，这简直是在做城市级别的心脏搭桥手术。路交局为了让整条环线闭合，不只是修3个站这么简单，还提前为全线运营做准备，包括增购23列新车，提升整体承载能力。因为一旦闭环，列车调度逻辑、人流分布、换乘压力都会跟现在完全不同。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点是车场能力。环线要跑得稳，背后不是多几台列车就够了，而是要有足够的检修、停放和调度空间。Kim Chuan Depot 这些年的扩容，本质上是在给整条网络补后勤。另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 Cantonment 一带的建设必须顾及单容8格火车站这类历史资产，不仅要保护100年老建筑的结构安全，还要把它完美的嵌进新的现代交通枢纽里。也就是说，政府不是在一块空地上从零开发，而是在最敏感、最昂贵、限制最多的核心地带，硬生生把这一段补出来。10几年不是拖延，而是因为这块地太重要，重要到不能用粗放方式去做。你今天看到的是工程收尾，背后其实是国家级规划在最难地段上的落地能力。现在进入核心问题，为什么说这3个站不是普通通车，而是财富版图启动？答案就在南部滨水区 Greater Southern Waterfront。 这个项目的量级非常大，规划范围大约2000公顷，常被拿来和滨海湾对比，因为它的体量明显更大，而且不是单一功能开发，它会把住宅、办公、休闲、滨水公共空间和新就业节点一起做出来。如果说滨海湾是新加坡向世界展示的一张华丽名片，那么南部滨水区就是新加坡为未来50年准备的超级经济引擎。新加坡做城市更新有一个很稳定的逻辑，先把基础设施铺好，再让资本和人口跟进。也就是说，地铁不是因为这里已经成熟才来，而是为了让这里成熟的更快。这个顺序非常关键。很多人只会算自己的账，说以后从西边、东北边或者港湾周边进城，可能能省10分钟到15分钟。但在城市经济里，这10分钟不是零碎时间，它会被放大成地段竞争力。每天省下10分钟，意味着一年能多出几十个小时的有效产出。这种效率的跃升对顶级企业和高端人才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对企业来说，员工更容易到达，客户更容易连接，办公地点的可接受范围就扩大了。对高收入家庭来说，能更快接入 CBD、滨海湾、One North、港湾和全岛换乘网，居住选择就会重估。对业主来说，最直接的语言就是租金承受能力和售价预期会被改写。回头看新加坡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几乎每一次大型基建提前落子，最后都会重塑周边资产定价。滨海湾当年也是这样，
先有国家级投入，再有金融、商业、旅游和高端住宅价值的集聚。南部滨水区这次更特别，因为它不是在边缘新区起步，而是在成熟核心区旁边接出一整片新的滨水城市界面。Capital 和 Cantonment 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们不是单纯服务今天的人流，而是在给未来几十年的新增人流、办公需求和居住升级预留入口。尤其是当丹戎8个港口逐步搬迁后，这一带会从物流和港务边界转成城市生活和资本活动的前沿。你现在看到的施工围挡、临时道路、灰尘和噪音，往往会让普通人低估这里的价值。但真正决定未来价格的，从来不是今天看上去漂不漂亮，而是国家有没有先把交通、土地用途和发展顺序锁定。URA 把蓝图画出来， LTA 把轨道接上，后面的资金、企业和人口只是在沿着这条轨道进入。再往上看一层，你会发现环线闭环的真正影响不只在南部滨水区本身，而是在整个新加坡的职场结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加坡的就业和资本活动高度集中在传统 CBD， 来佛士坊、山顿道、滨海湾这些点像一个单核发动机，把全岛通勤都吸过去。结果就是高峰期拥挤，租金集中，空间竞争极强，整个城市运行越来越依赖少数节点。环线全线闭合之后，这种结构会继续被削弱，因为闭环的意义不是多一条进城线，而是让人流可以绕行、横向流动、跨区连接，不需要每次都经过最核心的老节点。城市一旦从放射状变成网格状，企业的选址逻辑就会开始变化。以前公司更愿意死守传统 CBD， 是因为交通可达性最强，客户和员工都方便。可当 Prince Edward Road 把旧金融区、滨海湾、南部滨水区和环线其他节点连得更紧之后，企业就会重新计算成本，是不是一定要挤在最贵的核心楼里？是不是可以往南侧扩？是不是可以把办公、居住和休闲放在更高效率的组合里？这个变化对普通人其实更重要，因为它决定的不是地图上的热力图，而是你未来找工作的半径、换房的判断，甚至孩子长大后在哪些区域更容易接触到高薪岗位。这就好比在一张大富翁地图上，原本只有市中心几个格子能盖高级酒店，现在政府把周边的地块也升级成了黄金地段。如果就业机会开始沿着更大的网格分布，那住宅价值也不会再只盯着老 CBD 一圈。很多人做资产判断，还是沿用过去10年的经验，觉得离来佛士坊越近越稳，别的地方都是陪跑。这套逻辑在单核时代成立，但在多中心网络成型之后，未必还够用。Prince Edward Road 的战略位置就在这里，它不是最会制造话题的站，却可能是最关键的连接点。它把老金融区的存量价值和南部新增空间的增量价值接成了一条连续带。谁先看懂这条带状扩张，谁就更容易理解接下来办公、住宅和商业会怎么重新排序。说到底，这不是地铁地图补完一笔那么简单，而是新加坡在用交通网络替下一轮城市重心偏移铺路。所以这件事最值得关注的，不是2026年多了3个站，而是新加坡又一次把基建放在财富流向之前。等到一切都成熟，价格都反映完了，普通人能捡到的信息差就很少了。当所有利好都变成现实摆在眼前的时候，你再想入场，往往只能接盘别人吃剩下的利润。现在这个阶段，至少还有时间重新看区域价值，重新看通勤半径，也重新看未来10到20年的就业重心。如果是你，在 Capital、Cantonment、Prince Edward Road 这3个站里，你最看好哪一个？为什么？你觉得南部滨水区会分走老 CBD 的光环，还是会和它连成一个更强的超级核心区？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我会继续跟进新加坡基建、政策和城市规划背后的真实逻辑。如果你想看这种不只讲新闻，而是讲结构变化的视频，想在时代的巨变中提前半步看清方向，订阅频道。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